2022年1月的第一周，全球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超过1500万，比前一周增加55%，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单周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如此大的增幅，主要是因为奥密克戎新型毒株的快速传播。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宣布，目前全球各地均已发现该毒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判断，在大部分国家，奥密克戎已经取代了德尔塔成为主要病毒株。如果未能阻断感染，将来可能会出现另一款比奥密克戎传播速度更快的变种病毒。奥密克戎是新冠肺炎病毒的一种变异毒株，它的特点是传播快、隐匿性强、穿透力强。美国维尼珍亚洲科技大学病毒研究员马尔称，该毒株在人体呼吸道的复制速度比德尔塔快70倍，且感染48小时后，病毒量就会激增。This is a clarion call as far as I'm concerned. 尽管已有警示在前，在圣诞及新年假期过后，美欧感染人数还是出现了飙升。激增的感染数量甚至让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对如何报道疫情数据感到苦恼。有美媒记者透露，如果把所有的确诊病例加在一起，那么病例数量会比已报告的数字高很多。快筛和家庭检测在欧美等国的广泛应用，试剂盒也快速损耗，让当前的官方统计数据变得不再准确。奥密克戎掀起的病例海啸严重冲击着美欧等国家的医疗系统。美国7天平均住院人数超过145900人，比2周前增加了84%，再创纪录高位。位于波士顿的塔夫茨医疗中心在上周有600多名工作人员确诊，这使得该医院缺少了近1/10的员工。美媒称，至少已有10余周调配国民警卫队紧急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我们知道一个关键的事实，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资源实际上都是不足以应对这样的规模的这个传染性的这个疾病的疫情的。那因此呢，一个国家的能力就体现在它能不能迅速而合理的调配这个医疗资源，把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到疫情严重的地区，并辅以实施这种有效的社会管控措施，这样才能够切断这个传染链条，最终能够阻止这个疫情的发展。有一些研究给出了乐观研判，认为奥密克戎可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毕竟最先发现奥密克戎感染的南非，目前疫情走势已趋平稳。华盛顿大学新冠疫情模型预测，美国单日新增的新冠确诊病例在1月19日达到120万例的峰值，随后将大幅锐减。给出的原因令人哭笑不得，因为能被感染的人都被感染完了。德州大学新冠模型协会主任劳伦·迈尔斯告诉美联社，即使我们越过了高峰，跑到了山背后，仍会有很多人将被感染。奥密克戎很可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也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就有机构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像2003年的非典那样很快就过去。但是2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依然没有看到这个峰值。所以这个峰值什么时候会达到，现在没有办法，没有科学的证据来预测峰值什么时候会到，因为被感染的人有可能会再次感染。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现在人类与奥密克戎的搏斗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说法称，奥密克戎引发的是所谓大号流感，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他在研究奥密克戎感染者的医学影像后认为，这种变异株会咬人。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1周，日本已经出现死亡病例。新冠疫情给美国造成了巨大变动，上一次人们主动推行的辞职潮已经震动全社会，这次的病假潮更加势不可挡。零售、航运港口、制造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美国食品杂货协会说，美国零售商在食品、饮料、家用清洁、个人卫生等类别的缺货率已经达到约12%，其中食品方面最为严重，缺货率高达15%。而美国消费者品牌协会对此表示，近期美国商店没有货的最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严重短缺。据统计，目前美国快速消费品行业有大约12万的用工缺口。
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国迅速蔓延，华盛顿、休斯敦等美国各地城市的商店普遍出现大面积缺货的现象，货架上空空荡荡，消费者难以买到日常所需的商品。I never saw that many shelves with nothing on them. And I went to get some bananas, and there's just 4 or 5 bananas. There's been no salad for 2 weeks. And so, you know, you look around and you go to the places and there's nothing there. There's no meat, no toilet paper. It's just crazy. It's just unbelievable. We don't have a food shortage. We do have a labor shortage, and that's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be grappling with. And Omicron is behind us. 在奥密克戎的阴影下，许多专家预测，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一项针对近1000名商界、政府和学术领袖的调查发现，世界经济论坛成员中仅有1/10预计未来3年全球复苏会加速，仅有1/6对世界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欢迎收看《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王广发。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黄静，以及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辜学武，与我们共同在线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席卷全球，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主任克鲁格引述一家研究机构的预测说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欧洲区超过50%的人口将在未来6到8周内感染奥密克戎。辜先生，您身在德国，您听到这样的警告有什么感受？您身边的人又是什么感受？欧洲的这个情况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这个预警，包括这个德国的卫生组织也都对这些事情进行了通报。但总体感觉，我觉得大家是有心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德国他把这个新冠疫情当着一个不可抗拒的这个自然的灾害，在这个灾害面前尽可能的减少损失，但是同时也注意不要让整个生活生产的秩序得到损害。还是相当来说，还是至少在德国心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就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大家估计也就4到8个星期过去之后，就会这个再重新回归正常。王先生，您不仅亲自奋战在一线抗疫，您本人呢也曾经罹患新冠肺炎，当然现在已经痊愈了。从您的专业角度看，奥密克戎毒株跟之前的毒株有什么不同？这一新型毒株的特点会给全球疫情防控带来怎样的挑战？在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内，奥密克戎呢已经占据到流行毒株的主导的地位。另外呢，在已经得过新冠的病人的研究发现，奥密克戎的感染的这个再感染的风险是要明显的高于德尔塔株的再感染的风险。所以这些呢都说明奥密克戎这个毒株呢它还是有特殊性，它对当前的新冠病毒的这些疫苗，它的免疫逃逸作用要高于德尔塔株。张文宏医生说，一个国家和地区需要强大的免疫屏障和医疗资源，才能够抵御奥密克戎的威胁。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王先生？比如说，由于医疗资源挤兑占据了诊治其他疾病的这些资源，反过来会造成其他疾病的这个病死率的增加。那我们就需要重新的评估。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奥密克戎的传染性还是比较强，那么传播速度也比较快，它的带间距比较短，所以这样的话带来的问题呢，如果在短期内出现大量的病例，那么会冲击我们的医疗资源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美国却还琢磨着在全球产业链、工业链上打压中国。那么在奥密克戎病毒席卷欧美的情况下，美国想做的那些局还能成局吗？黄先生，如果这是疫情证明了一些事儿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全世界的经济一体化是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供应链、生产链这些链的形成，不是哪个政府的政策或战略造就的，而是市场经济为了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生产关系的最佳发挥，
劳动力的最高效率形成的，也就是市场经济形成的结果。包括美国，我们看到由于疫情的这个冲击，使得供应链和生产链都受到某种阻断或者受到影响，美国就发生了很多货物短缺的现象。所以我认为美国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完全是逆潮流而动的一种做法。上周日，持续了2周的德约澳洲落难季落下帷幕。本该在澳网冲击起个人生涯第21个大满贯，现网球男单排名世界第1的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最终被澳大利亚遣返，甚至很可能在未来3年都无法入境澳大利亚参赛。原因就是曾经2次感染新冠的德约未打疫苗，被视为是反疫苗的代表性人物。结果令人唏嘘，德约的牺牲也着实惨烈。不过澳官员倒是长出一口气，因为像德约这样的名人继续留在澳洲，将增加民众的反疫苗情绪，从而威胁到澳大利亚公共健康。其实有舆论指出，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之所以下决心驱逐德约科维奇出境，更多也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现在距离联邦大选仅余几个月时间，而当前澳国内疫情形势十分严峻。随着不断攀升的感染率，核酸检测站排长龙，家用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短缺，民众心理抗压承受能力已快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允许拒绝接种疫苗的德约科维奇留下来参加比赛，后果不堪设想。澳洲《时代报》首席政治记者克罗指出，总理莫里森给德约科维奇特殊待遇，必定出事。而之前高调力称德约科维奇的塞国政府也已经自降分贝，不少塞民众埋怨，如果德约科维奇早点打疫苗，便不会节外生枝。事实上，欧洲各国政府为了让民众尽快接种疫苗，花样百出。以英国为例，就为年轻人推出接种疫苗后的奖励，比如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接种者提供乘车折扣以及优惠的外卖餐食。其实，在一开始，大多数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主要是担心疫苗的安全问题。2021年1月末，美国棒球名将汉克·阿伦在接种疫苗半个多月后去世。2月，纽约州曼哈顿一名70多岁的老年人在接种新冠疫苗不久后死亡。虽然这些死亡案例并不一定真的和疫苗有关，但由此造成的担忧情绪依然很难消散。这个问题呢，可以从2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是和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有关系，他们希望是小政府，反对政府给他们采取任何假如社交距离啊、强制接种疫苗啊、还有强制戴口罩等等这些措施。第2个原因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实际上在欧洲已经也是持续了2年多了，就是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在这种措施也没有产生很好的一个防控效果，所以呢，很多这西方民众对政府这种措施也产生了一种厌倦的心理，说是因为5G 辐射，实际上这是对我们中国的5G 科技的一种污蔑就是对我们的技术进行污名化。我们应该如何防止这个反疫苗情绪被政治化呢？第一，我们要坚持科学的立场，因为只有科学才能够帮助我们战胜新冠肺炎病毒。第2个方式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好我们中国的抗疫故事，要让世界知道抗疫需要科学精神，抗疫需要生命健康权至上的理念，要引导全球抗疫舆论，通过讲好我们中国的抗疫故事来引领全球抗疫斗争。截至1月13日，法国已连续多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36万例，意大利超19万例，英国超12万例，德国则超8万例。上述4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分别超1200万例、790万例、1400万例和760万例，约占上述国家人口比例的10%到22%。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欧洲多国政府也开始亡羊补牢。据外媒报道，德国政府计划制定新的防疫规定，为多个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引入新的检疫和隔离规则。英国计划将包括强制戴口罩等措施在内的应对新冠疫情秋冬计划 B 计划延长至1月26日。法国通过法案，取消将新冠筛查阴性列入疫苗护照的参考选项，完整接种疫苗成为进入公共场所的唯一标准。现在不仅是英国，我了解法国，其他国家确实都在推进这个疫苗计划。因为现在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爆发，
欧洲政府它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这个防治的措施，就是通过这种打疫苗的方式来让情况得以控制。所以我自己认为，就是这一个可能作用有多大，我不持乐观的态度。现在是一个补救的过程，肯定效果不如之前的预防。比如说在圣诞节前，其实就应该政府要有一波这个管控，不能允许这种大规模的聚会。很多人都是在圣诞假期参加聚会的时候感染的。就如果提前做好这种预防，可能就不存在现在这个1月份开始大规模的爆发。由于奥密克戎病毒被认为引发的病症较轻，有人认为呢，群体免疫的机会来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呢，就在德国，而且好像还一度在竞争德国联邦政府的卫生部长的职位。我觉得这位老兄啊，是不是也在迎合德国的某种社会情绪？在德国好像有一些人特别不愿意打疫苗。究竟为什么呀，顾先生？这个有一个误解哈，这个在全世界这个都有人不愿意打疫苗，在德国这个社会层次打疫苗的意愿还是挺高的。我们现在这个在德国，已经打了第2针到第3针的这样一个水平的人到了75%左右。如果你要扣除一些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年龄原因不能打的这个人群的这个比例的话，它的整个的接种率相当于80%左右。第二个呢，确实这个有大概15%左右的人，这个对疫苗的效果表示怀疑，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是这个阴谋论的，认为这个疫苗本身的产生就让人怀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这种自然灾害产生的这种东西。还有1%左右人是坚决的反对这个任何抗疫措施的。所以从总体来讲，它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啊。美国的社会基本上因为疫苗的问题，因为这个抗疫的问题政治化了。到德国到目前为止，抗疫的这个整个情况并没有撕裂社会。现在啊，有些人可能确实也有疑问，就是面对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我们的疫苗还有效吗？从根本上说，疫苗研发的速度能够赶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吗？王先生，因为现有的疫苗对奥密克戎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有效，虽然它的效力比德尔塔株是有所降低但是呢仍然有效，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应该有这个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防控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传染，其实是多管齐下。疫苗呢，只是我们防控体系当中的一个环节。你比如说，戴口罩守卫生、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其实是对各种新冠状病毒都是有效的那么这些做好了，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染的这个风险就会降低。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认知，就是西方社会还是挺讲科学的，人们的科学精神、科学意识、科学素养都很高，科技也非常发达。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突然发现，科学在西方社会好像是有点行不通了，政治已经压制住了科学，种种反科学甚至是反智的言论大行其道。王先生，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其实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了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儿你比如说这个口罩的问题，在呼吸科大夫当中，其实戴口罩能够预防一些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已经是共识了。但是这次在有些国家特别像美国，不仅是一些政客包括一些这个专业人士也提出来，口罩没有用所以这是很让人不解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像这次的这个疫情在有些国家这么愈演愈烈我觉得和领导人的重视程度是有关系的不太重视，另外呢不太讲科学。连日来，美国多次刷新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确诊全球峰值，造成过去一周日均100万的新增病例，总确诊人数占全球确诊人数的1/5。
其中1月10日，美相关部门公布当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143万，该数据成为全球范围内单个国家的最高统计数字。美国第一次考试呢，他骄傲轻敌，没有做到。那么后边还有机会补考，但是后面补考的题目比第一次就难了，就德尔塔病毒啊，他答题依然没有过关。但目前啊，比如第3次补考就奥密克戎变体，实际上题目是难上加难，这一次实际上可能就直接交白卷了。Everybody's saying if you're vaccinated, Omicron is very mild. Well, okay, but if that's the case, then why do we have a record-breaking 145,000 COVID hospitalization with experts predicting a peak in the 300,000 range? Soon there's going to be almost as many people in hospitals as there are TV shows about hospitals. 对待这样子一个传染病的爆发，我们的工作重点不是去消灭这个疾病，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消灭爆发。爆发呢，就是说它对社会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爆发呢使我们的医疗系统瘫痪，它过多的病例在短时间出现，那么它使我们的医疗系统瘫痪。若是这个病的致病性不是太强，但是由于医疗系统的瘫痪，同样会造成很高的死亡率。所以说，我们要切断它的传染，防止它的传播，来达到这个制止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为缓解检测压力，拜登政府上月宣布将向美国人免费发放5亿套家用试剂检测盒。然而，此举非但没能挽救一盒难求的局面，加上商家奇货可居、哄抬价格的行径，反而加剧了美国民众对疫情的误判和恐慌。上周，拜登承诺将再追加5亿份试剂。试剂盒在美国大家也有很强的争论。我个人意见是，这个试剂盒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出发点是让这个民众尽快的知道自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是阳性了，那么我会改变我的行为，这个是本身这个试剂盒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呢，同时呢，就是说这个试剂盒呢，就如同所有的生物学的检测，生物学的检测试剂盒，照目前就是关于新冠病毒检测这个数据，按照WHO 的那个数据来看呢，现在的这个检测方法的准确率大概在95%。所以说呢，你拿一个试剂盒拿到家里去，让人家自己去测出来的数据，由于他根本没有这个其他的知识来支持他如何解释这个数据，那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惊恐啊、慌乱啊，造成给医院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分裂的国内政治也令美国疫情雪上加霜。共和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新闻秘书凯瑟琳·诺伊斯借疫情攻击民主党，指责此前拜登和参议院民主党人以战胜疫情为目标参与竞选，但他们失败了。事实上，联邦体制下，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务属于美国各州的州权，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管理。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极端对立的当下，美国不仅不能形成全国统一的抗疫方案，就连戴口罩、打疫苗这样基本的防疫措施都被贴上了政治立场标签。政治算计重于抗疫需要，导致防疫措施一周一策且不松忽解，翻烧饼和打补丁现象层出不穷，左支右绌且口水仗不断。除了来自共和党的攻击，当地时间1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拜登针对大型企业员工的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及定期病毒检测的政策。疫苗强制接种令被驳回，意味着拜登政府通过工作场所抗击疫情最积极的努力受挫。目前来看，两党政治似乎处于决裂态势，包括拜登总统在这个国会暴乱发生1周年的这样一种讲话，共和党议员全部缺席，这可以看出来，这种党争为主要表现的政治撕裂，导致了美国无法将整个国家顺畅地投入到疫情防控当中。那么政府花钱要找国会，国会又充满了各种利益斗争，以至于政府施政
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个国会跟政府之间属于不同党派之间的这样一种掣肘，尤其是竞选的利益实际上凌驾于整个的公共利益之上，也就是说它的执行政策的出台的过程是撕裂的，执行过程是疲软的，民众对政府执政的效能是不信任的。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大增，美国一直是震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却出台了一系列诸如大幅缩短确诊者及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期等等令人费解的防疫政策。王先生如何看待美国现行的防疫政策呢？美国它的一些决策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你比如说，它在11月初就开始放松管控。那么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呢？在峰值的时候，每天全球的新发病例当时是在当时超过90万后来到了10月底的时候，大概已经降到每天新发的病例不到40万，30多万所以从这个数值上讲是大幅度下降了50%以上。这个疫情仍然是处于一种高流行的态势。那么在高流行的态势下你放松管控，这种呢无疑是火上浇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结果的的确确是这样。实际上很多国家都在看着美国把美国的防疫作为一个标杆那么美国的这个放松了，很多国家就跟着放松。所以这就是造成全球疫情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两个原因导致美国的疫情防控非常的糟糕，一个就是一大派的人，尤其是支持特朗普的这些选民，他把疫情防控作为一个政治的一个态度，一个政治的认同。他认为我如果打疫苗了，就是支持民主党了。美国疫情防控的失败，恰恰证明美国社会的高度分裂和混乱。所以我们不能说疫情防控失败了，而是美国整个政治稳定失败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这样下去的话呢，美国会不会崩溃呢？我看也未必，因为我们知道，毕竟在过去2年来，美国作为一个社会，作为一个经济体，它还是在高度运转的。如果从感染率这个角度上来说，美国已经完全失败了。疫情这么严重，今年的中期选举，拜登和民主党还有戏吗？王先生，从现在看，拜登和民主党完全没有戏，肯定会失败，会失去参院和众院两院的多数。但他们失败的原因倒不仅仅是因为疫情，因为当时拜登上台有所谓要治愈美国，有3大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控制疫情，第二个呢要恢复经济发展，第三呢要克服美国的政治分裂、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同时呢要让美国呢重新回来就做领导。现在看来，拜登政府执政1年来的效果是相当差的，他所有的3大承诺没有一个实现，就证明他的业绩是很糟糕的。我认为这才是他可能会在今年的期中大选民主党要遭到失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疫情只是原因之一。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国加速传播，从美国飞往中国的入境航班确诊病例也不断攀升，这也直接触发了相关航班熔断。自1月4日起，中国民航局多次发布熔断指令，暂停了多个美国至中国的航班。而今年以来，已有70多架次中美航班取消。事实上，1月4日至今，中国民航局已7次发布航班熔断指令，取消140多架次入境航班，涉及美国、法国、加拿大、荷兰等多个国家。就在2020年，全年因熔断而取消的航班为272架次，而2022年的头半个月，因疫情熔断的航班量达到了2020年全年的1半，足见境外这波疫情之凶猛。不过，面对大量航班被暂停，美方并未反思自身防疫不力，反而指责威胁中方。日前，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发布了2022年世界10大风险预测报告。然而，欧亚集团并没有把西方多国的疫情几近失控作为最大风险，而是称与欧美国家与病毒共存的策略相比，中国新冠清零防疫政策可能失败才是全球最大的风险。这种混乱的逻辑能够出现在这么一家知名的咨询公司，我是觉得比较震惊的。这个一系列的结论就是
出于他们对中国的形势的完全的无知得出的这么一个风险警告。首先呢，我觉得他的所有结论都是寄托于未知或者寄托于一厢情愿的一种期望吧。比如说这个美国的 mRNA 疫苗的有效性啊，奥密克戎就是它的低致命率啊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未知的啊。未来疫情如何发展，我们说实在，即便现在严肃的科学家也是不敢做出那种断然的预测的。那么对中国国内的情况，他又完全不了解啊。我们中国的这种有序的联防联控联保的措施啊，这个他完全不懂，这个措施是怎么运行的。2021年11月，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北京大学团队评估了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和以色列2021年8月疫情数据后认为，假如中国采取与这些国家类似策略，放弃入境隔离、非药物社区干预等措施，可能导致每天新增确诊数10万例，新增重症超过1万例，这将对医疗系统造成毁灭性影响，并在国内造成巨大灾难。有分析认为，作为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用最小社会成本取得最大防控成效，避免疫情导致医疗资源挤兑，最大限度减小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为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14日呼吁美国民众佩戴保护性最好的口罩。国会也向议员们发放了中国制造的 KN95 口罩。谁知让一些共和党议员找到了炒作的空间，说这会让人产生支持中国制造的印象，于是就出现搞笑一幕。个别反华议员一边骂骂咧咧戴上了中国口罩，一边声称美利坚不能将纳税人的钱送给中国。美国政客的说法显然是在倒打一耙。事实上，在疫情仍严峻的当下，正是中国向美出口口罩帮助了美国的抗疫。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数据，仅从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中国就向美国出口口罩约438.5亿只，外科手套约11.9亿双，防护服约9.5亿套，护目镜约5403万副，呼吸机17585台。有网友一针见血指出，这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美国不仅不感谢中国口罩救急救命，还对中国口罩各种抹黑声讨。在这些美国政客眼里，什么健康、什么抗疫都没有反中重要。在奥密克戎影响下，2021年12月，非洲地区开始出现第4波疫情。截至1月8日，非洲联盟55个成员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1000万例。据统计，非洲要到2022年5月才能达到疫苗接种40%的覆盖率，2024年8月才能达到70%的重要关口。然而，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非洲国家共接种了2.64亿剂疫苗，为70%的非洲人全面接种疫苗，需要增加约16亿剂疫苗。这意味着非洲国家疫苗缺口仍十分巨大。不过，在此背景下，前不久，尼日利亚被迫销毁超过100万剂已过期的阿斯利康疫苗。原因是美西方国家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捐赠的疫苗运抵尼日利亚时仅剩4至6周的有效期，无法及时投入使用。在非洲，这并非个例，塞内加尔、马拉维、刚果金等非洲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疫苗过期问题，而部分西方国家把非洲当作临期疫苗垃圾处理站的行为，也让各方感到愤怒。众所周知，疫情爆发后，一些发达国家大搞疫苗民族主义，抢先订购了数倍于自身需求的疫苗剂量。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只能望苗兴叹。随着发达国家近期普遍完成大规模接种，之前囤积的疫苗已临近过期，部分疫苗还需要极低的储存温度，保管成本极高。西方一些国家于是又开始展现对非洲的热情，以捐赠的名义将临期疫苗送给非洲，试图榨干这些临期疫苗的最后一点价值，换回个好名声。就在去年12月27日，美国政治网站报道称，美国国际开发署用于对外疫苗援助的资金将要耗尽，如果没有额外资金注入，美国将无法履行拜登政府在2022年向低收入国家分发数亿剂疫苗的承诺。去年6月，美国向拥有140万人口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仅捐赠400剂新冠疫苗一事，就遭网友讽刺。仅美国一国，在去年3月到11月间，就浪费了至少1500万剂新冠疫苗。
在疫情持续扩散蔓延、变异毒株不断出现的背景下，个别国家囤积浪费宝贵疫苗的做法，无异于阻止给消防车注水，确实应当受到道义的谴责。应该说，美国从一开始，从他们拥有疫苗开始，就没有一个认真的对欠发达国家援助的计划。即便说美国这个有心援助像非洲这样的欠发达或者发展中的国家，它问题也是非常艰难的。它即使把一小部分这样的 mRNA疫苗运送到非洲，其实最终能够被采用的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觉得美国就是嘴大，说得多，做得非常少。而且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即便是运过去一点点，最后也就不得不扔掉。自打疫情爆发，西方国家似乎就患上了认知障碍症。如果说这种认知障碍症不是由新冠病毒引起的，那又是什么引起的呢？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对中国持比较批评态度的人，就是反华分子，不管你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有这样一批非常非常小的一批人，但是他并不是社会的主流，这不是社会的主流。第二个就是说对中国的认知，因为他社会的情况不一样，历史的文化条件不一样，价值观念不一样，所以对中国的很多做法，他觉得这个跟他们的价值观念呢直接相违背。比如说中国的这种清零措施，从他们的角度讲，跟他们这个想尽一切办法来这个协调或者整合，但是大多数的人，我想还是这个对中国的抗疫成绩有一定的认知程度，也有很多的这个媒体认为中国的抗疫是非常成功的。在美国，在抗疫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比较正常的声音的，比如说美国的抗疫的所谓的第一指挥官福奇先生就反复说中国的抗疫是成功的，中国的抗疫是有效的。所以呢，我们在区分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的时候呢，也要看到刚才所说的那些非常负面的报道不是主流，我们呢应该积极的公布自己的抗疫成绩，同时呢讲好中国的故事。步入2022年，中国其实也已经开始全力迎战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我们现在呢还看不到何时能够彻底战胜疫情，但是世界各国对于抗疫的分歧却在扩大。那么抗疫是否还存在着从合作点向对抗点转换的风险呢？我们应该如何把控这种风险，尽可能把自身以及全世界的抗疫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因为疫情防控是全人类的事没有一个国家在疫情面前能够独善其身。如果不联合起来共同的应对传染病的挑战，那么我们只能会被各个击破。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当务之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其实还要做好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全球的巨大的贡献因为中国现在在全球的生产链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像有些国家那样有那么多的病例那我们的生产肯定受到影响所以会造成一些物资的短缺，尤其是目前各国都特别需要的就是抗疫的物资口罩疫苗这些的所以我们中国把疫情控制好，其实是对世界的巨大的贡献。